小娃子，修道吗？一连3个恩，好，那老道我就当你答应了。与道有缘，收其为徒，12年后还之，勿找勿念。徒儿，咱们宗门破产了。师傅，什么是破产？为师前段时间下山与人打赌，把山门给输了，这宗门里的一切物品都要变成别人的了。师傅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徒儿，你已经4岁半了，不再是3岁小娃了，你要开始学会自强独立。待会你师兄会过来接你下山，为师也要去云游四海喽。师傅，徒儿啊，为师一直没告诉你身世，你其实生于富贵之家，家里好像是做房地产的。你百日宴时，为师见你骨骼精奇，灵根充裕，就将你带上山来。临走前留了一张字条，相约12年后归还他们。师傅，你这不叫带，叫拐，拐带诱儿。怎么能叫拐？谁会对拐来的人这么好？小没良心的！这几年给你泡澡用的药材，若拿去卖，至少值几个亿。好了，师傅别生气了，你看你胡子又飘起来了。徒儿，时间无多，跟为师来，为师交代给你几件事。好的，师傅。徒儿，为师交代你的事情可全记下了。师傅，我全记下了。行了，跟你师兄去吧。师傅保重啊！再见了，山门再见了，师傅师兄们再见了，大黑灵儿还有小青青。徒儿啊，若非本次宗门有难，为师怎舍得让你下山？为师还有好多本事没教你呢。这次把宗门至宝全托付在你身上，也不知是对是错。师妹，这是师兄开的古玩店，没人知道我的真名，你以后见了我就叫我王老板。为什么呀？这是一种身份掩饰，隐藏的越好，我就能更好的保护你。哦，好的呀。小柔柔郑重地点点头，她从未下过山，对周边琳琅满目的商铺满是好奇，漆黑明亮的大眼眨巴个不停。师妹，你现在去站到那棵树下，我现在想办法通知你的家人，你就在那等着，等他们来接你。记住，千万别跟外人说起我是你师兄。知道啦。小柔柔蹦蹦跳跳地前往那棵老树，但始终忍不住吐槽师兄：这个师兄真胆小哇！到家了，茶也不让喝一口就撵人走。咦？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，王八蛋黄鹤老板吃喝嫖赌，欠下了3点5个亿，带着他的小姨子跑了。师傅说宗门破产了，是不是也是倒闭了？云游四海会不会也是跟人跑路了？难怪把宝贝都给我了。哼，师傅一定是跟隔壁山上的仙姑跑了，才不要我的，老杂毛，坏！就在小柔柔感叹师傅跑路的时候，马路边一道道急速的刹车声响起，只见3辆黑色轿车紧急靠边停下。这时从车上下来一个美艳的丽人，径直朝着小柔柔走来。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得先叫出我的名字，我才跟你说话。哟，还会通过考验人来保护自己。你姓安，还有个思字。夏雨墨没有说出全名，找了女儿这么多年，骗子可出了不少。没错，我就是缥缈仙宗唯一女弟子安思柔。柔柔的名字一出口，美艳丽人就泪如雨下，紧紧一把抱住了她。此时下来的另一位高大男子正目睹着这一切。她真是我的女儿吗？久经名利场的安景轩多了一丝慎重，因为这几年来说是找到他女儿的人已不下10几个，但每次都是失望至极。很快柔柔就被夏雨墨抱上了车。柔柔，可以叫我一声妈妈吗？然而此时的柔柔却紧闭着双眼，还把腿盘起来，这明显是打坐的节奏。这孩子离开太久了，跟自己没有一点感情，突然让他叫妈妈确实有点唐突了。柔柔，你从哪里来呀？云雾山。那你平时在山里都做些什么啊？5更起床打坐，日上3竿分药减药，日落之后学把脉望气。你才4岁多就开始干活啊？3岁之前天天泡澡，泡在药材里，不过师傅会在一旁讲道。看柔柔这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，吹弹可破，难道是泡澡的功效？师傅说这几年给我泡澡的药材值几个亿，下次见到师傅记得还他。拐了我的女儿还敢谈钱，若真见到不打断他一条腿才怪。你怎么提前下山了？不是说好12年的吗？宗门破产了，师傅跟隔壁山上的仙姑跑路了。你在山上都学了什么？
是啊，在山上都学了什么呢？洗衣做饭、捡药焚香、种菜驱虫、打兽兽。天啊，才多大的孩子就要干这么多体力活？老杂毛啊，这么虐待我女儿，等我找到你，一定要你好看。师傅可好玩了，这么多师兄，只有我能拔师傅的胡子，哈哈哈。你还有很多师兄呀？有的呀，在宗门里有10几个，外面还有不少。最大的师兄80多岁，最小的13岁。不过他们都不陪我玩，说我是小老虎。大师兄都80多，那师傅得有多老？那你师傅多大了？哎呀，过几天就是师傅120大寿了。说完话的小柔柔立刻从身上掏出一张黄符，然后紧闭双眼，嘴中念念有词。突然眼前一亮，祝福！只见被抛出的黄色纸符立刻火光一闪，化作一团火焰，慢慢消失不见。这不科学啊！4岁小萌娃只是说了一句话，却把全家人吓了个半死。奶奶，你有血光之灾！我的乖乖大孙女，你可不许咒奶奶哟！然而一旁的父亲不仅没有反驳，还深信不疑。妈，柔柔可能没在开玩笑。身后的爷爷心中一紧，立刻担心了起来。老三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老婆子好好的，能有啥血光之灾？就是啊，我这大门不迈，小门不出的，血光之灾从哪来？柔柔，你有办法帮奶奶解决吗？小柔柔没有回答母亲的话，而是抬起偶尖般的小指，在下巴上摩挲了几下，沉思了一会后，又从随身侧背袋里掏出一张小黄纸，一支毛杆笔，在全家人诧异的目光下，画了一张鬼画符。奶奶，麻烦你蹲下来。奶奶甭管信不信，就凭着可爱的模样，也要配合她一下。只见小团子双指一夹黄色纸符，嘴中不停地念叨着咒语，接着一声低喝咒。纸符迅速闪出一道火苗，柔柔夹着燃烧的纸符在奶奶头顶绕了3圈，随后小手一抬，把符纸抛向高空，同时大喝一声破，符纸立刻爆出一大团火焰。这不科学啊！身为大学老师的奶奶，妥妥的唯物主义者，小孙女不可思议的手段，将她的世界观彻底颠覆。柔柔，奶奶真的没事了吗？血光之灾破了，奶奶你平安了。见多识广的安老爷子深知很多东西根本没办法用科学解释，于是问起了小孙女的师承来历。小师傅师从何人呀？我不知道呀，师傅从来不说，也不许我问，就让我叫他师傅。那小师傅可有道号？缥缈仙宗坤道羽柔道人。原来小柔柔出生后刚满100日，就被一老道给偷摸拐进了深山道观修行，岂料宗门突发变故，不得不提前将他放下了山。谁知刚被父母接进家里，就大秀了一下身手。爷爷好奇之下来了兴趣。坤道是指女语客吧？羽柔是你道好，这道人可是要些修为才能自称的。师傅说了，按辈分，但凡其他宗门语客见我，都得叫我一声爷。辈分都这么高，这女娃恐怖如斯啊！柔柔长得太可人，也极具亲和力，很快就与爷爷奶奶打成一片，被宠上了天。夏雨墨心心念念还有一个小的，便去带小的过来。安景轩则是将偷偷摘来的柔柔发丝交给了助理，让他去做亲子鉴定。很快，小柔柔也迎来了回家后的第一顿饭。她从未见过这么多的美食，不禁地咽了一下口水。这是什么呀？鲍鱼。鲍鱼是什么鱼？就是海里的一种动物。哦，这又是什么呀？这是海参、大龙虾、海螺。爷爷耐心地为小孙女介绍了个遍。小柔柔一直待在山上，还真没见过海鲜。什么时候可以吃？现在就可以。柔柔，你先吃。柔柔毫不客气地夹了一只掌心大的鲍鱼，啃了起来，小嘴吧唧吧唧，吃得不亦乐乎。一旁的奶奶见了，一脸的心疼。柔柔，慢点吃。以前你在山上都吃些什么？豆腐、青菜、笋干、香菇，还不是经常有得吃。我师傅那老杂毛坏得很，有时候3天才给我吃一顿。瞬间，所有人都投来心痛的目光。这也太不人道了，这不虐待儿童吗？柔柔，真是苦了你。臭道士，你给我等着！大。小柔柔的一句老杂毛，立刻将师傅打成了大反派，家人对他的印象更是一落千丈。母亲夏雨墨疼惜地将一块牛肉夹给女儿，可她只是咬了一口就吐了出来。这什么呀？牛肉啊！不行，我不能吃牛肉、猪肉、狗肉。所有人顿时十分不解地看向小柔柔。道门有4忌，我只能吃比较纯净的东西，羊肉、鹿肉，还有水里游的才能吃。众人这才了然，东西都不错，就是做的太难吃了。等过2天安顿好了，我给你们做顿好吃的。
众人皆没在意。一个小屁孩能做出什么好吃的？会不会做饭都悬，只有夏雨墨热烈支持。好呀，到时候看柔柔做的东西有多美味。我吃好了，大家慢慢吃。小柔柔吃饱后，径直跑到一旁的沙发上，盘腿而坐，双目微闭，手中结出一个太极阴阳印，开始了打坐修行。整个餐厅突然间画风有些不对，这边一家人还在温馨的吃着饭，那边的小道人却早已老僧入定。夏雨墨把在车上聊天获得的信息跟爷爷奶奶说了一遍。什么这么苦，还干这么多的活，真是可怜呀。饭后，夏雨墨将柔柔带到他的房间，又介绍了一位小姐姐给柔柔认识。这位是婉欣姐姐，以后就是你的贴身保姆，她会负责照顾你。婉欣姐姐好。小柔柔好。柔柔有什么需要尽管跟妈妈说哦。柔柔突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，两眼眨了眨。有什么地方存放东西最安全？尽管夏雨墨听到他的问题很是诧异，心想一个小屁孩能有什么重要的东西，但还是尽力解答。存放东西安全的话，就只有保险柜了。保险柜？什么东东？没听说过呀。爸爸有一个，要不带你去看看？好吧。很快小柔柔便在书房见到了纯钢铁制的保险柜。太弱了，自己的小手掌一下就能劈开。有更坚固的保险柜吗？夏雨墨真的被问到愣住了。你个小屁孩要干啥？存放军事机密吗？4岁小萌娃藏东西，竟向妈妈讨要保险柜。可妈妈不仅没有拒绝，反而将自家宝柜推给女儿。谁知小萌娃却一脸的不情愿。这也太弱了，我的小手掌一掌就能劈开它。有更坚固的保险柜吗？什么？一个小屁孩到底要干啥？存放军事机密吗？好在父亲及时赶来，缓解了母亲的尴尬。当然有更安全的保险柜了。柔柔，你确定真的要吗？柔柔狠狠地点了一下脑袋。必须要，而且要快。下山前，老杂毛把宝贝全给了我，一定得藏好了，不然肯定又要揍我了。原来小柔柔刚从深山道观中修行归来，因为宗门变故，师父曾托付宗门重宝给她，这才在一回到家就开始履行师父的嘱托。安景轩、夏雨墨对视了一眼。柔柔，要不这样吧，爸爸妈妈陪你去商场，主要去买保险柜，顺便再给你买些好看的衣服，好不好？当务之急没有什么比买保险柜更重要。师父可是说过，必须把东西好好藏起来。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开了3辆轿车，来到中海最大的一家保险柜专卖店。这威风凛凛的气势，把专卖店的职员都吓了一大跳，还以为是来了什么大佬，甚至经理都亲自上前接待。结果小柔柔稚嫩的声音把经理都给整懵了。我要这个保险柜。只见小柔柔指着专卖店里最大号，并且看上去明显是最精致的一个。给介绍一下。我操，这真是小姑奶奶，这可是镇店之宝啊！若卖出去，提成就近百万。先生、小姐，这款保险柜主体结构使用的是钒钛合金，可防导弹攻击、核辐射以及毒气，还带指纹瞳孔双重识别系统，一般用来保存世界顶级名贵宝物，就是价格有点贵，600万。买到是买得起，可这也太大了，要来干啥用？我就要它，把它放我房间里。夏雨墨一听这话，顿时满头黑线。这娃到底要存放什么呀？柔柔这几年在山上吃了不少的苦，家里对不住她呀，咋样我都得满足她的要求。那就她了，苏助理，你来搞定这件事，送到小姐房间里。好的，安总。柔柔，柜子买了，咱们去买好看的衣服吧。天底下哪个妈妈不想把自己的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所以不停地怂恿着柔柔去买衣服。柔柔大眼忽闪忽闪，买什么衣服？我只穿道袍。女儿这是被老道士彻底洗脑了呀。没有办法的夏雨墨只好向老公安景轩投去求助的目光。还不喜欢漂亮衣服？这女儿也是奇葩呀。要不这样吧，凡事有个过渡，咱们去陈大师那里帮他定制几身道袍吧。陈大师是中海有名的服装私人定制大师，擅长制作唐装与华夏传统衣服。一行人又马不停蹄地前往陈大师的工坊，陈大师就在店内。夏雨墨立刻向陈大师说明了来意。陈老，我家孩子不喜欢穿其他衣服，就想穿道袍，要不你仿着他身上这一身，给他做几套不同花色的。陈老推了一推眼镜，仔细打量了一下柔柔，突然间眼前一亮，两眼放光，像见到什么稀世之宝，不停地在柔柔的道袍上仔细摩挲，查看着针线纹路。宝贝都是宝贝呀！夏雨墨一脸懵逼，不就是一身白纱状带点金线的衣服吗？安景轩纵使久经名利场，也失了一丝淡定。柔柔身上穿的衣服定是不凡之物。这道袍的面料用的是极品天蚕丝，黄色针线用的是黄金蜘蛛丝，抗拉强度甚至可以与制作防弹衣的凯夫拉纤维相比。
陈老没有继续说下去，而是问向柔柔：小姑呢？你这衣服多久洗一次？1个月，每月初7洗1日。这套袍我还真的仿不出来，若做几件低配的仿品还没问题，就这小姑娘身上的衣服拿出去拍卖，至少值个1000万，而且当中的手艺早已失传。不是说那老杂毛坏得很吗？陈老往柔柔身上看了个遍，一旁的夏雨墨、安景轩不停地在震惊中度过。金色斜挂包用的是全黄金蜘蛛丝，防火防弹，值600万。倒簪是极罕见极品边饰打磨而成，值300万。十方鞋材质不详，极其耐磨，价值不详。腰间以块玉玲珑，极品帝王绿，值1000万。这就价值3000万了，自己一身名牌，人定制算个屁呀！加名表、项链撑死100多万，衣服的话也就10万出头，还没有柔柔身上的零头多。一时间，夏雨墨有些不淡定了，看向柔柔时，双眼满是不灵不灵的小星星。柔柔，你不可能每天总穿一身衣服吧？要不在陈大师这里定制几身，布料虽然比不上，但款式肯定可以更漂亮，好吗？也对，这可是师傅给我的衣服，万一穿坏了，那老杂毛肯定又要说我了。小姑呢，我帮你把道袍做得更修身一点，加上镶边裙摆，让你穿起来像月华裙，怎么样？那好吧，但全要素色，青、粉、灰、黑、鹅黄都行，绝对不能用红色。好，材质决定价格，10万至60万一套可选。安景轩1秒内霸气回应：按他刚说的5个颜色各来一套，每套按60万的标准来制，就用你手上最顶级的材料。哼。那臭倒是能带给女儿的，自己总不能差过她吧？就算实在做不了，那就选市面最好的。夏雨墨在一旁都有点羡慕了。自己的衣服里，除了结婚时的那套中式红装礼服，可没有几10万一套的呀。陈老给柔柔量完尺寸后，一行人就返回了安家大宅。奶奶听说小家伙一身行头就价值3000万，差点惊掉了下巴。我的小乖乖啊，这让奶奶以后都不敢抱你了，损坏了，奶奶可赔不起喽。你们就只见他身上的行头，却不想想他为什么买个600万的保险柜，一定有更贵重的东西要放进去。自己女儿到底经历了什么呢？太匪夷所思了。就在母亲还在思考女儿的经历时，一份亲子鉴定书已经出现在了安景轩的手上。爷爷带小孙女出门见老友，本想炫耀一番他的乖巧可爱，却没想到我不能叫他们爷，他们得叫我爷。爷爷老脸一红，柔柔说什么胡话呢？快跟爷爷们道歉，小孩子可不能这么没礼貌。怎么柔柔不听话了？在家里时挺乖巧的呀。他们都是语客，他们还不配当我的爷。老周老赵同时望了过来，尤其是老周满脸的不屑。小道童，我若亮出身份，爷说让你叫我声爷爷，就是让你给我提鞋，你都得服从，是吗？爷爷，你还记得我的道号吗？安老爷子一阵无语，不过还是从脑海中不停地翻找。叫那什么？缥缈仙踪，对，坤道与柔道人，是不？老周老赵不淡定了，仔细打量小柔柔一阵后，又见柔柔腰间的玉玲珑，顿时惊诧的连连起身，手上也立刻结起太极阴阳印。道爷在上，有失远迎。这回轮到安老爷子吃惊了，这啥情况呀？这是……见小团子般的柔柔负手而立，一脸傲娇，风轻云淡的说道：爷爷，我早就说过，但凡见到语客，他们都得叫我声爷。没想到之前这娃说的竟然是真的。原来自小柔柔下山以后，时刻不忘记师傅的嘱托，将扁石神针、缥缈天书2样宝贝藏在高价买来的特制保险柜里后，总算安下心来，但又想起自己在山上时刻用药草泡澡，而下山后只有清水，于是找到爷爷想购买些药材，结果爷爷竟领着小柔柔来到自家大药房里一顿搜刮。完事后，爷爷想起小柔柔那不可思议的手段，就琢磨着在2个老友面前炫耀卖弄一番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小柔柔的辈分竟然出奇的高，把老友都给比了下去。从震惊中缓缓清醒过来的安老爷子不得不接受了事实。此时小柔柔已被奉为座上宾，老周老赵2人忙着又是奉茶又是讨好，反而安老爷子被晾在了一旁。无量寿，小道爷所修何道？柔柔不急不缓地端起茶抿了一口。无量符、一符、咒、诀。早不才只能修斋教。安老爷子把老赵拉到一旁，小声的询问：你们怎么都称我孙女为爷？老赵白了安老爷子一眼：外行了吧？道门里男为前道，女为坤道，不论男女，道行高深的人都称之为爷。道门里没有姐妹，
道姑之称。另外，缥缈仙宗修的是玄的，比我们修斋教的辈分高一点，还有修相术、丹道的。难怪自己的小孙女这么神奇，能画符纸，能念咒语的，原来这是跟了一个厉害的宗门呀。老赵没再理会安老爷子，径直跑去巴结小柔柔。小道爷能不能演化一下玄门的本事，让我们这些只会祈福做法事的开开眼？然而小柔柔却望向了爷爷。此时不装逼更待何时？柔柔他们都是爷爷的好朋友，你就随便演示一下。那好吧。小柔柔从侧袋里掏出一张小黄纸以及那支特制的毛杆笔，在纸上卖力地涂画一阵，然后又一手夹住纸符，一手掐诀，随着一声低喝在小柔柔嘴中传出，咒，纸符便无火自燃了起来。风起，突然间一阵大风刮过，就连旁边的小树都被吹得随风飘摆。安老爷子更是被吹得睁不开眼，他本以为他就是表演一下不用打火机烧个纸，谁知道竟然招来一阵狂风。这孙女也太牛逼了，居然还能呼风唤雨。而老周老赵更是激动万分，几乎是热泪盈眶。道门诚不欺我，果然有仙人。演示过后，风平浪静，小柔柔仍然一脸淡定，拿起茶杯又了抿一口。茶不行。明白。赶明儿一定搜我2罐顶级好茶，来孝敬小萌娃道爷。安老爷子此刻心里是无尽酸爽，简直就是人生巅峰时刻。以前生意场上的2个老友，居然对自己的孙女恭恭敬敬、唯唯诺诺的。真是开心啊！2个老友也有吃瘪的一日。甚至回到家中后，安老爷子一直笑得合不拢嘴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小柔柔的一句话，差点把爷爷的隔夜饭给噎了出来。轩哥、莫姐，你们好呀，这是下班了吗？安景轩和夏雨墨哭笑不得。这小家伙自回来后叫了爷爷奶奶，却从未叫一声爸爸妈妈，现在居然叫自己轩哥。还莫姐呢？要不是那张亲子鉴定书上写着99.999%的亲女概率，恐怕连我都要怀疑这娃是不是亲生的了。你就这么不愿意叫一声爸爸妈妈吗？就是呀，你被老道士带走，都是妈妈不好，没有看顾好你，但妈妈这些年也是一直想你的。不能叫，这是为你们好。小柔柔始终没有道出不能叫爸妈的秘密，即使安景轩和夏雨墨再三要求，都没能让他松口。不得已之下，只有接受了轩哥莫姐的事实。轩哥、莫姐，为了表达我的敬意，我做顿饭给你们吃吧。你还会做饭？小柔柔没有回答安景轩的话，而直接来到厨房。安景轩、夏雨墨好奇之下也跟了过来。厨房里，几个厨师正在准备着晚餐。为首的大厨以前在5星级大酒店待过，昨天可是听说了新来的柔柔吐槽他的菜难吃。不过柔柔是小主人，也不敢责难。柔柔小姐，我姓吴，是这里的主厨。厨房油烟多，很容易伤着皮肤，你还是去其他地方玩吧。我是来做饭的。啥？长得都没灶台高，还做饭？柔柔小姐啊，你这么小的身子，估计连锅都端不起，万一烧着烫着怎么办？放心，烫不着我，你让我做，我要做阳春面，还要葱、姜、蒜、羊肉，等一下我奖励你1小碗。自己什么没吃过，还奖励我1小碗，这小娃娃对自己的厨艺太自信了吧？我倒要看看你能做出什么来。为了弥补父母，4岁小萌娃竟然亲自来到厨房，想给他们做顿饭，甚至连家里的5星大厨都要赶出去。你们都出去。啥？柔柔小姐不需要帮忙吗？不用你帮忙，你出去，待会儿我奖励你1小碗。轩哥、莫姐，你们也出去。大厨见状，只好看向了跟过来的安景轩和夏雨墨。安景轩虽然很无奈，但也只得遂了小柔柔的心愿。吴大厨，让他做吧，他本事大着啊。主家说话了，吴大厨只好妥协，找来了阳春面和羊肉，以及姜、葱、蒜。走吧，出去吧。这小屁还不知道有什么惊天的秘密，连老爹老娘都不能围观。柔柔，你小心点，别烫着。所有人离开后，小柔柔从自己的侧袋中掏出一个白色的小瓷瓶，看见瓶子就舔了舔嘴唇，口水差点掉下来了。哇，又能吃到5味食调出来的食物了，好怀念呐！瓶子里装的是5味食，分别代表着酸甜苦辣咸5种味道。将石头取出，泡在小碗里，就能浸出不同味道的调味液。今天只做阳春面，就用白色咸味小石头吧。原来小柔柔自下山3天以来，就没有叫过一次父母为爸爸妈妈，所以为了让父母不要伤心，就动用师傅给她的宝贝，为父母做顿饭来补偿。小柔柔在厨房里足足忙了1个小时，终于做出了一大锅阳春面。谁说人小就不能做饭了？在山上时我还打过猎呢。好啦，你们可以进来了。安景轩等众人一直在外面等待，生怕突然出现一丝异响，小柔柔被烫到或者出现其他意外。此时听到她的叫声，总算安心下来，于是众人连忙赶了进去。
轩哥，帮我端出去吧。莫姐，你叫爷爷奶奶都来吃吧。吴大厨，我给你留了一小碗。吴大厨用力一闻，似乎这股香味从来没有闻到过，不禁也咽了一下口水。快尝尝，快尝尝我做的面。此时5碗面正安全地摆放在个人的面前，香味在餐厅里四散开来，连1岁多点的小弟也哇哇大叫，手舞足蹈的要去抓碗。浓而不散，真的好香。这汤面带着一股特殊的浓香，吃了一辈子饭却从未闻过这种香味，简直是人间美味啊！爷爷还没有吃，就先赞美了一番这汤面，瞬间整个餐厅都回荡着大口大口吃面的声音。好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谁还管自己的形象问题？怎么样，好吃吧？柔柔真棒，奶奶一辈子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。我们柔柔心灵手巧，爷爷给你点赞。哒。此时厨房里的大厨正在怀疑人生，真是太美味了，这是一种震撼灵魂的美味，自己20年的厨艺生涯都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吴大厨暗暗下定决心，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巴结柔柔小姐一番，争取下次给我留多一点，这完全不够吃啊。小宝贝哟，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？我起来练功呀。小柔柔每天早上5点就准时起床，天蒙蒙亮就要练功，迎接日出，称之为吸收日月精华。哇，这么小就如此勤奋，要是我每个孙子都像你一样，我睡觉都会笑醒。对了，今天别乱出门了，今晚要为你举行晚宴，一些重要的亲戚朋友都会到来。那我不出去，那我去配药了。说完，小柔柔就离开了。奶奶听得一头雾水，配药又是要御用的吗？小柔柔迈着小短腿来到偏厅，开始分拣药材。碰巧保姆婉欣是卫校毕业，学的还是中药药剂，两人兴趣相投。婉欣还会熬药，待小柔柔捡好一副大药包后，又从包裹里取出一个小葫芦，倒出一粒珍珠大小的丸子。婉欣姐姐，去熬吧，100碗水煮成50碗，然后把这个丹药化在里面，就够大家喝的了。柔柔小姐，这个是什么汤药啊？哦，这个可是美容保健十全大补养生汤哦，记住哦，不管是谁，一人只能喝1碗，如若不服，让他来找我。转眼间到了上午10点，安家大宅来了第一波客人，却不是安家亲戚，而是昨天见过的老周老赵。安老爷子亲自迎接。二位今天怎么这么早啊？平时叫你们来喝茶可不是这么积极。别扯这些，道爷呢？这2位老朋友见了自己孙女这么恭敬，那还像什么大公司的董事长哟？好，我让人把他换出来。安老爷子随即看向管家，老徐，去把柔柔小姐请出来吧。不多时，柔柔一身道袍，仙气萦绕，十分潇洒飘逸地走了出来。小道爷早安啊！小柔柔只是轻点一下脑袋，也不搭话，自顾自地来到沙发上盘腿而坐。老周老赵开始轮番献殷勤。道爷，这是我家里珍藏的大红袍。道爷，这是极品龙井碧螺川金花黑茶。还行，看你们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这些茶叶我就收了。道爷喜欢就好。那个，不知道爷什么时候方便给我们讲道？你们不是玄门，宗门道法不可外传的哦。师傅知道会打我屁屁的。看在茶叶的份，去厨房找婉欣姐姐，一人领1碗十全大补养生汤吧。养生汤，道爷出品，必属精品。老周老赵急不可耐地来到厨房，厨房内药香四溢，光闻到药香就令人心旷神怡。这必定是道爷出手的不凡之物呀！谁是婉欣姑娘？我就是。你们有什么事？你们柔柔小姐让我们来领1碗药汤，刚刚新鲜出炉。2位爷爷在哪喝？我让人帮你们端去。不用了，就在这喝。老周老赵径直走到桌前，端起2碗药汤，呼哧地吸了1口、2口、3口，直到1碗全部下肚后，没啥太大感觉呀。确实，等等，不对，我感觉腹中忽然升腾起一股清泉般的气息，不停翻腾，还在不断蔓延全身。哎，对，你别说，还真是，这是道茶，能延年益寿的宝贝呀！刚才喝得太快，没有细品，感觉就像猪八戒吃人参果，不知味。婉欣是吧？麻烦再给我们每人加1碗吧。不行，柔柔小姐吩咐过，不管是谁，每人只能喝1碗。哎呀，不就是1碗汤药吗？多1碗少1碗，你们小姐也不会知道。你们现在有3个人，我出30万，你们1人得10万，再给我俩加1碗。就在老周老赵还在和婉欣讨要药汤之际，前厅里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直接把小柔柔气得差点上天。